大家周末好啊！又到了我們每周的棒铃教學鍛鍊的時間了。有沒有每天掄一掄你的棒铃呢？今天這一次直播，我主要是想講一些我們利用棒鈴做下肢、做下盤鍛鍊的一些方法。這些方法呢，其實不用棒鈴也可以練。傳統的話，初學者是可以不用棒鈴，但是它要配合你要把上肢擺一些特定的姿勢、特定動作，讓上肢固定好，然後去鍛鍊下肢。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大家看了我的節目知道，前一段時間有一位邁阿密的網友維他命 CC， 他滑雪受傷，膝蓋有一些微骨折，不能完全伸直，活動受限，而且局部關節腫嘛。我給他一些康復的建議，結果他說這個找了当地的物理治療師，效果不太理想，然後給我看了物理治療師的處方，非常的遺憾，就是我看了他那個處方，基本上可以判斷這是一個北美很多的物理治療診所，還有一些中醫診所都是類似的問題，就是你療效不好呢，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北美的醫療體系或者補充醫療這塊，它的保險對這些治療的療法，補貼太多了。就是你從業人員掙錢太容易，他不需要動腦子，然後花時間花精力認真分析病情，然後規範的去治療，沒有做出明確診斷，沒有做出規範治療，就導致治療的效果很不理想。他用的那個康復的一個處方啊，明顯就不是一個針對急性外傷以後損傷的情況，這種微骨折的情況下去做的一些康復運動、康復治療，而且是一個很明顯的，就是一個術後的，就是膝關節術後之後的康復的運動的一個處方。所以他的那個情況，如果去做這些康復訓練，不僅沒有效果，很有可能反而會加重的。然後就給了他一些建議，就過了這段時間，沒有什麼反饋。我那天發了視頻之後，他在評論區留了個言，我就及時問了一下膝蓋的情況怎麼樣，結果他說沒什麼變化，然後我心裡就有點一驚，我覺得不對啊，應該是這麼長時間了，應該多少會有一些變化。然後他就詳細回復了一下，說是膝關節呢還是腫的，還是活動受限，而且是有些微微發熱的，所以他就自行呢做了一下冰敷。這是很多的患者還有普通人他特別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因為這個 RICE 這個急性損傷處理原則太深入人心了，推廣太厲害了，就跟我之前做那視頻說這個海姆立克法一樣嘛，就大家一想起来這種情況，就應該用這個海姆立克，或者一急性損傷關節腫啊、紅腫熱痛，我就用這個 RICE 冰敷先上去了。這個就是特別錯誤的一個觀念，就是現在很多物理治療界啊、醫學界都是對這個有反思，但是你沒辦法，就是正規的這個醫學的知識呢，傳播就比較慢，它大眾傳播的，不像你這個 RICE 這個朗朗上口，然後又傳播這麼多年了。首先，冰敷這個處理呢，它一定是你急性期有可能關節腫，局部腫脹非常厲害的時候，在它還沒腫起來的時候，你去冰敷，這個時候是有效的，可以預防它關節腫得太厲害，炎症過於的急性期爆發起來的，不受控制。但是超過24小時以後啊，一般冰敷就沒有什麼效果了。然後像維他命 CC 它這個情況就已經過了幾周了嘛，然後關節還是腫，還是有一些微微發熱，皮膚溫度是高的。這個時候呢，它還是有炎症，但這個無菌性炎症並不完全是壞事，因為人体自我修復，尤其是這種外傷，它這种无菌性炎症不是這種感染性的炎症，它无菌性炎症的話，實際上是身體的自我修復的一個過程，就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沒有炎症，它身体就不會有修復了。尤其是它那個做核磁是有骨髓水腫的，那其實就是一種慢性炎症。你是沒有辦法短時間通過藥物、通過治療完全讓這個炎症消除掉的。然後你這個時候如果冰敷呢，
反而會讓這個炎症這個過程變慢，甚至有可能讓它局部的這個微血管、微循環變成一種絞鎖、閉鎖的狀態，反而讓它恢復時間的流程，整體的這個病程變得更長。所以我趕緊給他建議，就是說你現在就馬上停止，不要再做任何冰敷了。然後熱敷呢要慎重，就是这個其實是要看具体情況，然後針對性的去做，也不是所有情況都適合熱敷的，甚至很多情況你去做熱敷反而會讓它腫得更厲害，病情更嚴重。但是我是建議他做一點這種42度以下的輕微的冰敷，緩解一下之前輕微的熱敷，緩解一下之前這種冰敷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不要在這個炎症就關節損傷的局部痛處去熱敷。我們一般是選擇比如在他的膝蓋後面就膕窩這個地方加速一下他的血液循環，然後42度以下就是相对低溫的情況，不要太高的溫度，然後時間短一點，8到10分鐘，不要太長，覺得血液有流通的感覺就可以了。更有效的其實還是說我們傳統的觀念，就是你把它的下肢力線糾正好，讓這個膝關節、踝關節、髖關節它的力線是正確的，避免這種關節把下肢的血液循環、淋巴循環受阻、受影響，讓它這個恢復变慢。所以很多我們這種臨床的急性的病人，你如果是正確的把他的關節復位，讓他的下肢血液循環、淋巴循環很好的話，有的時候它消腫還有這種炎症代謝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都可以做到肉眼可見的就變好。但是见不到人也沒辦法，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就是可以給他教一些動作，他自己可以做的，比如說這種踝泵的訓練，還有就是我們做空椅的這個折疊。你像之前我們介紹的這種下盘的訓練，比如折胯、疊身，他現在膝蓋可能有急性的損傷的話，可能不一定能做得了，但是今天我們教的一些基礎的動作是可以試着做的，如果沒有疼痛、没有不舒服的感覺，是可以試着做一下。如果做的話，通常是可以改善它的這種損傷的症狀的。還有一個原因呢，就是前幾天我們講這個正擺之後呢，有位網友叫Hero May 5，他在下面留言說，我做正擺的時候，左邊的膝蓋有彈響，他問能不能繼續練。通常來說呢，如果你只是有彈響，沒有疼痛，沒有這種卡壓呀、憋的這種感覺的話，是可以繼續做的。但是它同時呢，也說明你的膝關節、髖關節、腳踝，它這個力線是不太對的，或者是你做這個正擺的時候，我們選擇的這個重量有點太大了，或者是更多的情況呢，就是你做正擺的時候，這個動作不夠標準，就是不是通過這個髖關節來啟動的，而是用膝關節用的比髖關節用的更多。那我們要糾正的一個可以自己錄視頻拍鏡子，或者讓其他的人在旁邊看一下觀察一下，然後自己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很多人是可能運動控制啊，這種動作控制還有神經習慣、日常的生活習慣他沒有這種習慣，所以控制沒那麼精確啊。我們今天就介紹一個空椅起坐，就是可以更安全的找到這種用髖關節來發力来啟動，然後同時把膝關節鎖死這樣一個訓練。你做完這個訓練之後，你再去做正擺，通常就是不會有這種錯誤的把膝關節的作為啟動的原點啊，或者是膝關節你動的幅度過多，超過髖關節。實際上正擺呢，就不光是梆鈴，就我們做壶鈴正擺也是一樣的，就好多人他是通過膝蓋啟動，或者是手臂用力來帶動這個梆鈴、壶鈴，這個就非常容易讓自己受傷，也有可能砸到地上。正確的是，軌跡呢，應該是都是通過我們的臀部、大腿後側來用力。我在稍後示範一下，就是它實際上是一個髖關節往後，就是屁股往後頂，然後這個時候呢，手就是在後面啊，甚至呢，我們有的时候如果做一些這種更規範的話，它就是我們的這個脊柱上半身是接近水平的狀態的。然後手在後面，在中間，然後直起來的时候呢，是通過我们這個臀部加緊，然後髖關節啟動，膝關節實際上是鎖定在這裡的，
從一個屈的狀態，就是我們講這個蝶身的狀態，然後直起來就行，不要出現这個耻骨或者臀部变成这種往前頂，它就是到中立位就可以了。然後膝蓋也不要完全伸直，要稍微留一點餘地。所以說白了，它這個力線呢，其實就是一個前後擺動啊，並沒有往上的力，就是一個前後擺動。怎麼做到呢？我們是有相應的訓練的，但是我教的教法和這些網上可能主要教棒鈴的那些健身教練是不一樣的，他們可能更多是從塑形啊，從這個運動的這個角度考慮的。然後我是融合了很多傳統武術啊，還有就是我自己對人體結構的一些理解，所以我會用這些動作來教大家，大家可以都試一試，感覺一下。可能我這個方法比較適合你，也可能那些健身教練的方法比較適合你。但是健身教練通常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很多做棒鈴的示範教學也好，都是讓你站在原地，就是甚至就是希望你下盤越穩越好，然後只是說上半身的各種動作怎麼做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後對下肢、对下盤的訓練呢，相对就比較單薄，就是可以推測一下，就是他們可能還是沒有太理解這個棒鈴它訓練的意義。我們之前第一次的時候講過，棒鈴呢，它其實是起源於這個古代的波斯還有印度，它是訓練戰士的一種訓練器械，所以它是為了戰鬥來做準備的。不是，但是你作為戰士，如果你是光是在這個原地不動揮舞這個武器，那就跟這個國內好多一些這種傳統武術的大師就一樣，他其實在這原地不動，或者打個靶子，或者是跟徒弟講講手，這就看起來很厲害，說的頭頭是道，然後做出一些這個普通人常人理解不了的這個效果也是可能的。但是你一到真實的這種跟別人正式比賽甚至正式對打，都不是說我們現實生活中這種衝突了，他就不行了，就是因為他沒有這種下盤的訓練，更沒有下盤和上盤，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胸髖分離，就是我們胸部胸椎、胸部以上就是我们的上肢，還有下盤、骨盆和下肢的這種分離的訓練，就是他只能當一個木樁一樣在這不動挨打，或者說敵人來了，我怎麼去通過手啊，通過動作配合，通過重心的移動來動，但是這個腳是焊死在這兒的，不會在這個移動中打。我們也不需要像這個拳王阿里那樣，你蝴蝶步做的多好看呢，敵人都完全判斷不了你的移動和那種就太高端了。作為普通人來說呢，我們是這個還是健身以這個養生健康為主的頻道嘛，所以我們不講這些格鬥的這個東西，我們講的還是說養生。從養生的角度考慮呢，就是我們要把這個下肢解放，尤其是現代人大多數都是久坐為主，上肢活動的遠遠是大於下肢的。那你如果像那些這個網上的這個網紅教的這個棒鈴，就是你練的還是上身為主，就是下肢練的還是不夠的。那今天我就專門分享幾個動作，大家就是以下肢為主，但是我们通過加上一個棒鈴預備式，或者是雙手這個棒鈴肩停，然後你去做呢，你就會發現你鍛鍊下盤的這些動作的同時，你上面的這個胸椎、肩頸手臂也得到訓練。同時呢，你做了這種訓練之後，你就會發現你的上下肢是可以分開的，就是你一邊走的時候，你還可以做各種動作。這個好處吧，就是大家練完之後才能有體會，光說是沒什麼用的。那我們先簡單做一個熱身，這個熱身呢，跟之前好像還沒有講過。傳統的功法叫做吊纏，吊就是上吊的這個吊，然後纏呢就是蟾蜍的蟾。它這個動作很像就是把一個青蛙、一個小蟾蜍，它跳躍起來這個動作。為的呢是把我們上肢和下肢做一個聯動，就是讓我們的四梢、手腳能夠匹配起來，讓全身的這個筋膜可以從手指到腳趾得到一個充分的拉伸。它是一個動態的訓練，同時可以讓我們的手腳配合得更好。其實更多的是訓練我們的大腦。動作呢，上肢是兩個手從這個身前
好像輕輕抓起一個東西一樣，保持肘關節是伸直的狀態，然後輕輕的抬起來，抬到耳朵兩邊，好像把一個繫着繩子的東西從下面提起來。腳的動作呢是两個腳的腳尖墊起來，不用墊太高，只要腳跟離地就可以。手腳的动作要同步，同時啟動，同時停下。然后落下的時候呢，就是手慢慢放下來，放鬆，張開，然後腳掌慢慢落地，腳跟落地。我先做一組，做10次啊。手起來，1、2、3、4、5、6、7、8、9、10。动作不是很复杂，做的时候呢，两个眼睛大概就是在你手抬高起来，两个手连线的这個中點的方向，就是略微向上的一個高式的狀態。呼吸呢，大家盡量是往上起的時候吸氣，往下落的時候呼氣。做不到的話，可以先不管呼吸，以動作做舒服、自然、放鬆為主。好，緩解一下呼吸。我們不需要做太快，這個動作主要是要讓手腳能夠配合上。好，我們再做第二組。11、12、13、14、15、16、17、18、19、20。好，稍微休息一下。我從側面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側面，也不用說特別高，就是大家舒適自然為主。好，第3組，21、22、23、24、25、26、27、28、29、30。好，放鬆一下。這個動作很適合那種久坐辦公的人，他不是太累，但是做完以後對我們舒展啊，把後側的整個後背的淺筋膜、深筋膜放鬆拉伸開，然後把前側的筋膜放鬆，都是很好的效果的，就可以很好的糾正我們這種久坐伏案的體態，也可以糾正這種左右不平衡。我從正面做一組，31、32、33、34、35、36、37、38、39、40。往下落的時候不要往後甩，那個甩的話就變成那個平甩功了。我們就是不需要往後甩，就是放到身體兩側就可以了。最後我再斜着做一組啊，兩個腳要差不多與肩同寬，不要太寬。然後兩個腳的內側平行，腳尖朝着正前方。好，第5組，最後一組。41、42、43、44、45、46、47、48、49、50。如果大家希望讓這個動作加強一點呢，就可以在最高處的時候停一下，停3到5秒，做1、2個呼吸，然後再落下來。做的時候呢，一定是保持肘關節和膝關節是伸直的狀態，不要彎曲。好，這個熱身完了，我們就給這個維他命 C 講一下踝泵。這個一般是坐着練，也可以平躺着練。我們今天就示範一下坐着練。
這個動作如果你膝關節有彈響啊，或者腳踝有彈響，包括膝關節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都是可以通過這個踝泵訓練。它的原理很簡單，就是通過踝關節的屈伸，然後把下肢的肌肉收緊放鬆，這樣可以讓下肢的血液循環、淋巴循環能夠得到及時的回流，就可以把垃圾帶走。垃圾帶走之後，新鮮的血液、新鮮的淋巴液才可以流到下肢的組織上。同時，像很多久坐久站的人，因为我們的腳就離心臟是最遠的位置嘛，所以末端的血液循環、腳的血液循環通常都是相對比較差的。這樣你工作久坐久了，然後做幾組這個踝泵，都是可以避免下肢的水腫，然後可以讓下肢的肌肉狀態啊、血液循環狀態都更好的。也是膝關節和踝關節受傷之後，局部如果有關節的水腫、血腫，可以很好的讓這些充分代謝掉、消腫的。第一個呢，就是我們離座位呢不要坐得太實，稍微往前一點，就是屁股留一點點坐骨這裡，在這個凳子邊緣就好了。我從側面先做了一組，然後膝蓋呢就是保持一個舒服的姿勢。不要這種屈過來，不要這種屈太多，然後也不要伸直的太多，留一點點餘地，不是完全伸直，也不是完全屈起來，這種就是似屈非直、似屈非屈、似直非直的狀態。然後上半身呢要保持一個直立狀態，不要這種癱坐着或者是往前的太多，屬於一個端直的狀態，放鬆。我們可以把手放在膝蓋的髌骨上，感受一下髌骨的活動。然後兩個腳的腳尖呢和膝蓋的方向要一致，不要出現這種內收或者外扣的內扣或者外展的這種狀態。我看有的這種抖音啊、油管上的短視頻，他把這個踝泵動作呢，就是分成很多花樣，就是讓你正面也做，然後內扣的狀態下也做，然後外展的狀態下也做，然後也做這個比目魚肌的這個訓練。這個呢，你是一個這種所謂的健身教練的思路，就是他說我這個下肢的小腿的肌肉、腳踝的各個方向都得到充分的鍛鍊，思路是沒問題。但是我們針對如果真是膝關節、踝關節有問題的人來說呢，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從鍛鍊的角度也是沒有必要的，就是我們把主要的功能鍛鍊了，次要的功能你不需要練太多，只是有針對性的去練，效果更好一點，可以效率更高。同時呢，如果你做太多的方向，很容易疲勞，疲勞之後你的恢復就會受影響。所以像維他命 C 啊，還有Hero May 5，它的這種膝關節本身有問題、有彈響，然後有腫脹的時候呢，不需要練那麼多，以放鬆、舒適、自然為度就可以了。好，我們把腳尖稍微離一點地，然後腳跟着地，慢慢把腳踝往起屈到盡量大的幅度，但不用屈到完全不能動的情況，就是我們要稍微留一點點餘地。這個時候呢，如果是做踝泵訓練，我們要稍微停一下，停2到3個呼吸，或者我們數5個數，5、4、3、2、1，好，慢慢放鬆，不要腳尖不要完全着地，要稍微留一點點餘地，就是我们伸也不是完全伸到底，也是停住。然後就開始往回繼續屈，還是屈到極限之後5、4、3、2、1，好，再慢慢伸展，伸展到感覺離地面還有1、2毫米的時候，我們再繼續屈到往上的時候，感覺到後面小腿的肌肉有收緊，膝蓋的髌骨髌骨周圍的韌帶有繃緊，髌骨有移動的時候，再來停住5秒，5、4、3、2、1，好，再伸展，留一點點餘地的時候，直接起來，屈到感覺小腿有收緊，膝蓋髌骨周圍的韌帶有收緊的時候就可以了。
5、4、3、2、1，好，再完全放下来，我们就算做完一组了，做了5次，你也可以10次算一组。如果是像维他命 C 系它这种膝关節损傷比较严重的，我们通常建議就是可能你做30到50個一組，你停頓的時間可以稍微短一點，2到3秒，因為它如果這種屈曲的狀態時間太長，可能會有不舒服。一切都是以舒適自然為度，控制好量。你如果每組做的這個量比較少的話，那你就組數多做一點；如果每組你做的次數多一點，那你就做的組數少一點。好，那我們再做2-3組，感受膝蓋髌骨周圍的韌帶還有髌骨的狀態，屈曲5、4、3、2、1，好，伸展，不要完全落地，就直接屈曲5、4、3、2、1，好，放鬆伸展，直接起來5、4、3、2、1，好，伸展，收緊屈曲踝關節，注意這個腳尖屈伸的過程中不要偏移方向，讓這個膝蓋和腳尖的方向一直是一致的。5、4、3、2、1，好，伸展，不要完全落地，就直接屈曲5、4、3、2、1，好，放鬆休息一下。我看有人打賞啊，這個名字我看不到，是，稍等，我看一下。哦，拿姓小司機，感謝啊，10港幣的打賞，祝你身心愉快，發大財。好，那我們再繼續，我再做一下這種側面的，大家看我這個腳踝的屈伸的程度啊，就不要做的太多，做太多的話，你這個後側的肌肉和韌帶是會受限的，所以我們就做到凳子邊上邊緣，然後坐骨結節的這個位置在凳子邊緣就可以，然後兩個腳尖和膝蓋的方向是一致的，這個不是完全平行的狀態啊，一般都是稍微有一點點外撇的。然後這個角度呢，也不要說這個兩個腿併攏的太多，自己舒服的一個狀態。髖關節要打開，因為下肢的血管和淋巴都是通過腹股溝的，所以我們把腹股溝也要打開。然後腳跟點地，腳尖稍微有點離地。保持慢慢屈曲起來之後，5、4、3、2、1，好，伸展，但是不要讓腳尖接觸地面，就直接屈起來，5、4、3、2、1，好，伸展，但是不要落地，直接屈曲，5、4、3、2、1，伸展，屈曲5、4、3、2、1，伸展，屈曲腳踝5、4、3、2、1。這個動作如果做對的話，就是你的骶髂關節會跟着一起動，它對骶髂關節的活動也是有改善作用的。那我們對這個維他命 C 系還有Hero May 5，它的這個建議就是這樣，就是對膝關節的這個保健呢，我們做訓練的時候，熱身要先做這個熱身，然後我們就要講一下這個空椅起坐。空椅起坐還是同樣的姿勢，我們在椅子邊緣坐好，然後呢，這個腳要找一個合適的角度，就是讓我們這個小腿盡量跟地面是垂直的，然後保持這個膝關節是鎖定的，直接通過髖關節的屈伸站起來，
然後落地。落地的时候呢，就不要坐下去了，就是屁股挨到这个凳子上就可以了。然后起来，把这个凳子调一下。这个凳子的高度啊，大家可以稍微高一点点，没關係的，就是看你的下肢的力量的狀態。你要如果太低的話，就是負荷會比較大，可能膝蓋的壓力啊、大腿的壓力會很大。其實也是練馬步的一個步驟啊，就是我們先坐下來，找到這個距離，不要做空了摔倒，然後站起來，站起來之後往下坐，輕輕接觸，然後起來，輕輕接觸起來。注意看我的膝蓋是鎖住的，它是通過這個髖關節的屈伸來改變體位。這就是空餘起坐，大家可以，我們就不多做了，就做一組吧。先找到位置，然後站起來，站起來之後，手可以先抱住肩膀或者叉腰，或者就是稍微的扶着點大腿都可以。就不要坐實，然後控制好膝蓋起來的時候不要完全伸直。1、2、3、4、5、6、7、8、9、10。就是一開始練的時候，如果大家找這個凳子沒把握的話，還是安全為主，就是你找不到，或者我下不去了啊，都沒關係，就是知道有這個注意力集中到這個髖關節的屈伸就可以了。那下一步我們就是結合這個梆鈴來練。梆鈴呢，就是還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這個預備式，兩個手持梆，然後兩個胳膊肘夾緊肋骨，前臂夾緊肋骨，然後在身體的正前方。這個配合空椅起坐呢，要有一個梆鈴前推的動作。我們不用做那麼快，就是慢慢的保持梆鈴穩定，然後兩個手臂伸直，就是一個旗幟的動作，然後再收回，變成肋骨貼着手臂，然後配合這個起坐。我做一下示範啊。先找到這個位置，椅子的位置先找對，沒找對的話就容易摔倒。然後把這個坐的時候呢，這個手是前推的狀態，然後起來的時候手臂是貼着肋骨的。然後我們先起來，然後往下坐，同時手臂前推。起來的時候手臂收回來。2、3、4、5、6、7、8、9、10。這個動作大家看明白了嗎？有人留言啊，拿姓小司機你好，前2期已經反覆跟練了，感謝你的打賞。祝你發大財，然後性生活愉快。這個就是前2期跟練，如果有問題，就是反覆跟練，你發現問題及時跟我留言，或者是發帖子，或者寫郵件都可以。這個一開始我們不追求這個重量和數量，還是把動作做標準。這個動作其實是有一定難度的，對體能有一定要求。就是我做一組，其實呼吸已經有點喘，然後有點出汗了。
因为我这椅子稍微有点矮，然后大家如果体能不好的话，可以稍微高一点的椅子，就是我们髋关節和膝关節不需要那麼大的角度，但是它又相当於是一個變種的深蹲嘛，而且這個空椅起坐的話，就鍛鍊的非常核心了，就是通過髖關節的啟動起坐，鍛鍊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我們第二組就換一隻手，就是上下手換一下，我做一下斜向的這個方向，主要是要鎖住膝蓋，先坐好，找好椅子的位置，千萬不要坐空摔倒，注意安全。然後起來，往前推的同時，屁股接觸凳子，但不要坐實。2、3、4、5、6、7、8、9、10。又做了一組，這個大家組之間多休息一下吧，這個還是挺累的。然後眼睛呢和頭一直要看着正前方啊，就是之前我們講這個深蹲的時候，徒手深蹲也是同樣的要領嘛，就是你先站起來之後，平視或略高視盯住前面的一個點，然後起坐的時候，蹲下起來的時候，眼睛一直是看着這個點的。好，我斜向再做一組啊，換一隻手。第一步先是坐下來啊，就大家一定要找好凳子的位置，反覆強調，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覺得你的槓鈴太重啊，就寧可不用槓鈴。比如我拿過我的手機來這樣前後做同樣的動作，也是一樣效果的。或者說我沒有手機，我們還是照之前說徒手的這種練法，只是說不蹲到底了。大家有這種空椅的，有一個椅子做標誌。然後這一段呢，就是對這種膝關節、對踝關節，還有我們這個身體負荷相對小一點，但其實鍛鍊效果是不差的。好，貼住身體之後站起來。第三組，21、22、23、24、25、26、27、28、29、30。行了，今天就先做3組吧，這個東西太累了。我們還是繼續講一下後面安排的東西啊。當然，這個動作呢，就是空椅這個起坐這個動作是可以配合其他的，比如我們之前講過這個肩停也是可以這樣做的啊，就是把它放在這個肩膀上，然後2個肘夾緊肋骨，然後做這個空椅起坐，也是一樣的道理。先做好這個呢，你手就不用動太多了，就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髖關節和膝關節，膝關節鎖住，通過髖關節的屈伸啊，站起來坐下，站起來坐下。這個適合比如說這邊長大的，或者是久坐沒有運動習慣的人，他做深蹲很吃力。我見過很多這種病人，你讓他蹲，他是蹲不下去的啊。其實你有一個椅子，這個高度足夠達到鍛鍊的效果的。也可以做這種雙手肩停之後，然後做這個空椅起坐。那下一步我們就是要講今天的重點的核心內容了，就是下肢的步法移動。把椅子挪開，騰出空間。步法呢，我們就先學最簡單的，前進後退，然後左移右移，
這個呢是拳擊裡面也是這樣，傳統武術也是這樣，但是我們教的呢既不是拳擊的步伐，也不是傳統武術的步伐，不要拿这个步伐去跟別人去格鬥啊，這個會死得很慘的。我們找一條線，你有地面有線的話就用線，如果沒線的話，我們去找一個標誌，讓我們的後腳的腳跟和前腳的腳尖側面是一條直線，然後兩個腳都是斜向的，但是身體是在正面，重心是在後腳，膝蓋呢都是略微彎曲，也不用說特別低啊，就是你看你的身體狀態，只要不是說膝蓋繃得太直就可以。然後呢，它前進呢就是叫躍步，躍步，我們往前的話就是前腳先啟動，往前一點點，往前多少，然後後腳就跟多少，不用跟太多，保持這個步距不變。兩個腳的距離呢不要太大，太大的話就超過你的控制能力了。然後往後呢就是後腳先移動，然後前腳跟也是同樣的距離。我簡單做一下，就是這樣。然後上半身保持不動。我多做幾步，就是很簡單的，不是太複雜。拳擊裡面它還有這種跳步，跳步的話就是保持距離之後，它就整體跳。我這個鞋有點滑，就是前後跳，然後保持兩個腳的距離是不變。我們普通人這個養生的話，可以不練跳步，就是練這個躍步就可以。我多往後一點吧。往前，前腳先動，然後後腳跟，後腳跟。跳舞也是這樣，跳舞也有類似的步伐，往後就是後腳先動，前腳跟，但是重心最後都是落在後腳。我換一隻腳。往後就是後腳先動，然後前腳跟，但是保持和啟動時候的兩腳的距離是一致的。場地有限啊，就不做太多了。眼睛是一直看着正前方，然後身體呢是，跟你的下肢是有點傾斜的，因為我們這個兩個腳呢，它都是斜向的嘛。但是身體是朝着，上半身是朝着正前方。我從側面做一下。換一隻腳，身體和臉都是朝着正前方。就是很基礎的步伐移動，這個是下肢的動作。上肢的動作呢，我們用的是可以繼續用這個梆鈴的正前方的預備式，兩個腳夾緊肋骨，然後持棒在正中心，然後我們加上這個前後步，保證上半身的穩定性，梆鈴和身體都不要晃，不要前仰後合。換一隻腳，大家看一下。不是這個換位，這個就先不要學了。這個我做一下正面的。就是大家想象你就是抱着一位異性正在跳舞啊，就是大家往前步、往後步，和跳舞是一樣的，只是我們抱的是一個梆鈴。它為什麼要這樣練呢？就是形成一個通過我們持棒這個預備式的，然後兩個手夾緊肋骨，讓這個胸椎以上都是一個穩定結構，這個叫上肢閉環，就是把我們上肢是一個穩定的狀態。這個時候你要保持上半身的穩定，然後保持我們的頭部的穩定。大家知道這個胸部以上啊，包括腹部，它是我們很重要的內臟器官，我們的心肺，然後胃腸、肝脾、腎，還有我們的大腦。
他要想工作環境好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它的穩定性。练了这個之後，我們去日常的行走、活動、運動的時候，都可以讓這個臟器它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樣它就可以更好的工作。不管你是在電腦前面工作坐着不動，還是說你要去做一些體力的工作，它都是可以讓你的這個內臟器官可以更好的工作。所以練的就是上下分離，我們在移動的時候也能保持你的胸腔、腹腔還有大腦的這個穩定性。有這種訓練之後，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動作，同時不會擔心有什麼不舒服，就不容易疲勞了。這個是預備式。我更建議大家練的這個動作呢，是大家這個上半身保持一個雙手肩停的一個狀態。但是这個雙手肩停呢，和我們之前講這個雙手槓鈴肩停是有一點點區別，就是我們的這個棒子最膨脹的地方呢，還是放在肩膀不動。這個跟之前要領是一樣的，但是一定是要是你比如放在左邊的肩膀上，然後一定是要右手扶着它的握住它的末端，然後同側的這個手呢要握住它的這叫什麼上端吧，然後對側的這個手在它的下端。為什麼是這樣呢？這樣呢是符合我們說的一個抱架的就是姿勢，然後我們這個對側的手呢要略微的傾斜一點，移到我們的身體的中線的位置，就是和之前講的這種完全側面肩停是不太一樣的。然後這是對側的手要在中線這個位置，然後兩個手都是同樣要夾緊肋骨。為什麼要這樣呢？我把槓鈴去掉，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拳擊的抱架的一個標準姿勢。我們通過槓鈴一個器械，然後它本身就是一個訓練戰士的嘛，所以是可以通過這種技巧就掌握這種拳擊的抱架。實際上傳統武術的各個流派它也有類似的這種抱架，其實是底層邏輯是一樣，就是讓我們這個上肢形成一個穩定結構，形成一個固定的規律的姿勢的習慣，然後你面對衝突的時候可以最快的速度達到一個上半身穩定的結構，這樣當你去被打擊或者你打擊別人的時候，它不管是作用力作用到你的上半身，還是你的作用力作用到其他的物体、其他的人身上的時候，这個反作用力不會破壞你的肩架，不會讓你先失穩。我們看有一些這種傳統武術大師被人挑戰的時候，一上場打了別人一拳，自己先倒了，就是他這個肩架不穩的問題。那我們回過來還是這樣，就是把槓鈴握持住，然後放在一邊的肩膀上，扛在肩膀上，然後对側的手呢握住它的底端，就是我們更靠近前面這一邊，然後同側的握在它的上面，然後两個上臂夾緊肋骨，前手呢略微靠近這個中線，因為我這個槓鈴比較小，所以大家找一個舒服的姿勢，看你的槓鈴的大小、重量，然後調整一下，然後我們繼續做剛才的這個躍步的訓練。這個時候呢，通常就是我們放在槓鈴的同側的這個腳在前面，然後對側的腳是在後面。也可以反過來啊，但是一般習慣來說是這個姿勢，就是我們前面的手對應的這個同側的腳是在後面，然後後面的手對應的腳是在前面。這個大家可以看看拳擊比賽啊，就是職業選手都是這種姿勢，很像啊。這個不是完全是拳擊的抱架，但是我們是通過槓鈴呢有同樣的訓練，重心都是放在後面的腳上，然後啟動是前腳落地，然後後腳跟上，
保持两個腳的距離不變，然後上半身穩定。你會發現加了這個槓鈴在肩膀上之後，你要維持上半身的穩定相對就更難一點。但這就是我們做這個訓練的魅力所在。你要保持穩定的同時，讓你的手、肩膀是放鬆的狀態，讓你怎麼移動都可以讓你上半身保持一個固定姿勢，但同時是一個穩定的狀態，然後身體是放鬆的。好，我們換另一側，另一側腳就也換過來了。因為場地的限制，所以我就走3步就到頭了，1步、2步、3步，然後後退3步，1、2、3，身體都是朝着正前方的，和下半身是有一定的角度。那我们再做一下側面的啊，我就直接带着这個雙手槓鈴肩停的姿勢，上半身不動，然後加側面。側面的時候呢，它有一點點區別是，如果是要往前腳側的方向移動，那就是後腳不動，前腳先動，然後後腳跟上，往側面移動。那如果是往後腳所在的這個方向側面移動呢，就稍微的重心要先往前一下，然後後腳移動，前腳跟上，然後保持2個腳的距離是不變的。1、2、3， 1、2，这個就是我們槓鈴肩停或者是槓鈴預備式，加上一個樂步的前進後退、左移右移，它的一個基礎的訓練。目的呢，就是讓我們上半身形成一個習慣的固定肩架，同時上半身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你的下肢可以快速移動，可以快速的做出判斷，快速前進後退、左移右移，這樣你還可以隨時在移動當中做出反擊、做出防禦。然後保健的意義呢，養生的意義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任何的狀態下，你坐着也好，站着，拿其他的東西啊，負重啊，都是可以保持一個上半身放鬆的狀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跟着練啊？我現在練完了，就是明顯感覺到，上半身是一個更放鬆的狀態，然後同時下半身也有這種鍛鍊到的感覺，有一些微微發脹的感覺。這個是講到前進後退、左移右移啊，我們再加上最後2個動作吧，就是稍微上一點強度啊，要用到我們這個台階。大家如果有台階的話，可以用台階；如果沒台階的話，就可以原地。我先做這個沒有槓鈴的動作啊，就是大家看一下，這個膝蓋稍微有點彎曲，然後把重心移到右面的腳，然後靠近台階這個腳抬上來，抬到另一側的邊緣。這個時候，保持上半身不動，重心慢慢移動到台階上這隻腳，然後把另一隻腳抬上來放到這個台階上，然後重心再移動到第2隻腳上，然後把另一隻腳就落地，落到台階下，重心移過來，再回來，再上台階，移重心再下台階。這個加上台階呢，就是會對我們這個髖關節，就剛才說的，折胯這個動作，把腹股溝折疊打開，會做得更多一點。但是考慮到我們今天主要是為了
下肢有一些問題的人，那我們可以不用这個台階，不用台階呢也是一樣的，先把重心都移動到一隻腳上，然後另一隻腳解放之後，抬起，然後落到一側大概1步的距離。這個時候慢慢移動重心，上半身保持穩定，移動重心，把重心移動到另一隻腳，然後再把之前的腳抬起來，落到腳的一側，再移重心，再抬起來，落地，移重心，抬腿貼近之前的腳，再反過來，這個就變成一個左右移動。我們之前介紹過這個凝神捋線，所以今天我就不講這個前後的這個凝神捋線的這個運動了。這就是一個盤跨的運動，是左右的移動。側面呢是對我們的身體的穩定性，還有這種防摔倒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因為側面的筋膜線啊，是日常很少鍛鍊到的，很少用得到。螃蟹是橫着爬。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那種太極大師啊，就是把人一推就推得很遠，或者是讓他跳起來。你仔細觀察的就是他是有很多技巧的，最後其實可以通過力學分析就可以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大多數都是給這種被推的人一個側向的力，因為大家日常生活都是往前往下更多一點嘛，所以对前後這個方向的力是有很大的這種拮抗的效果，可以有預應，然後可以有很大的力量都可以對抗，就不太容易被人從前往後推倒啊。但是側面這個就不一樣了，側面的力和螺旋的力，大多數人如果沒有專門訓練過的話，是通常沒有預應，通常是沒有這種對抗能力的，就別人從側面拍一下你，或者是大力推一下你，你都是抵抗不了，很容易就被推倒或者是推歪。然後你如果想保持平衡的話，就只能往這跟着走幾步，甚至跳起來了。這個就是好多公園太極大師表演的技巧之一啊。那我們有意識的針對性練一練這種盤跨側移，就可以增強我們這種左右的預應力，可以讓身體更穩定，可以在各種力的各種方向的力的打擊，甚至是突然的這種傷害的情況下，都可以做出抵抗和防禦。然後我們日常呢，就是你去幹一些活啊，搬重東西啊，抬重東西，還有我們長期這種久坐的時候，都可以更好的應對身體的這種不良的應力。加上倒拧，就是可以讓這個鍛鍊的效率可以提高的更多一點。我建議大家一開始就是先練預備式，就是兩個手放在正前方，然後兩肘夾緊肋骨。我用左右說吧，重心先都移動到左腿，然後把右腿輕輕抬起來，落到大概1步距離的側面，然後重心慢慢移動到右腿，都完全移動過來之後，保持身體的穩定性，然後左腿抬起來，落到右腿的旁邊，重心再移動到左腿，然後把右腿抬起，落到右邊1步的距離，再移動重心，重心都移動到右腳之後，抬起左腿，落到右腿的內側，然後重心這個時候還是在我們的右腿，我們再抬起左腿，落到左邊1步距離，落地，然後移動重心，都移動到左腳。這個時候重心都在左腳上，右腿可以輕易抬起移動，而不會影響你的重心，不會影響你的穩定性。抬起來，落到左腳的內側，重心移動到右腳，抬起左腳，
落到左側1步的距離，重心慢慢移動到左腳，完全移動重心之後，抬起右腳，落到左腳的內側。這個就是左右移幾步呢？大家看自己的狀態，一般來說就對稱的訓練就可以了。同樣的也是可以，就是做我們的雙手肩停，然後左右移動。如果要加強呢，就是我們可以每一步再停5到10秒，和我們之前講的這個凝神捋線的第一步是一樣的，就是這個抬腿落地，然後停5秒，再移重心，然後再停5秒，再抬腿，然後再停5秒，再移重心，就每一步都停3到5秒，這樣就是可以讓身體的穩定性更好一些，同時也是可以校正我們身體的這種力線，從上半身一直到腳底都可以貫通一氣，讓上下成為一個整體。這個就是左右盤跨的動作。有台階板和没台階板，有台階板我就不示範了，就是難度會大很多，大家可以試一試，如果覺得吃力的話，就先做平地版本就可以。然後我們最後再講一下這個跳躍，跳躍呢是人一個基本功能，田徑基本運動就是跑跳投嘛，但我們跑的訓練現在還沒有涉及到，以後可能會涉及到。投呢其實也沒涉及到，就是棒鈴很好的一個訓練的動作，就是棒鈴的投掷，然後還有這種風車，它就是實際上是人體的上肢投掷的一個動作，也是很好的訓練，也是我們现代人最缺少的一個運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是沒有什麼投擲這個動作的，但這個其實是人體最適合做的運動。就是我們和其他動物的一個很大區別，你像很多動物其實也有用工具，但是他們是投擲的這個技巧和狀態都比人類差很多。人類因為這個鎖骨的結構，還有上肢肩胛的這個結構是非常適合投擲的，不管你是扔石頭還是扔長矛，都是可以很精準的扔到非常遠的地方。但是呢，你像我上學的時候，比如初中的時候，大家做這個铅球的體育考試，就真的是很多人投擲就完全沒有這個能力了。他拿一個很輕的鉛球啊，很標準的動作做出來，好像用了這個吃奶的力氣，結果就鉛球就掉到腳底下，出去不到半米，甚至就有的就直接朝着老師就砸過去了。老師那時候最怕监考這個铅球的考試了，就怕被砸到。但是你如果會用這個身體的力量，能夠把這個力量傳導到末端，用到我們這個肩的這個投擲的功能，是可以很輕易把鉛球扔到很遠的。之後我們也會涉及到這個怎麼用棒鈴來練這個投擲的這個動作，把我們上肢充分解放開，可以讓上肢還有胸背的這個結構和肌肉狀態可以非常好。你不需要每天去健身房啊、舉鐵啊、練槓鈴、哑鈴、練器械，你的肌肉線條都可以很好。大家可以看到，好多練棒鈴的這種網紅博主啊，都喜歡男士都喜歡，就是上半身光着膀子，然後女士也喜歡穿的比較清涼，就是因為可以看到她肌肉線條非常好，很流暢。它和那種傳統的健身健美通過練孤立肌肉練的那個肌肉線條是不一樣的。但是這也挺尷尬的，我就前一陣就看有一個網紅的一個棒鈴博主吧，他推廣這個棒鈴，跟溫哥華這兒那個梅溪鎮，所以大街上、馬路邊上這兒掄棒鈴，我覺得好尷尬呀，就光着膀子，穿一個大褲衩啊，而且就我看好多這個國內的網紅，就是推廣棒鈴的這種博主，他就特別喜歡賣這個包膠的棒鈴。一開始我不懂啊，我也以為這個他說的對啊，他說這個包膠的棒鈴砸在身上不疼，然後你砸在地板上不容易把地板砸壞。我還真信了。后來我越想越不对，因为我2個都買了之後，我發現這個包膠這個棒鈴手感不太對啊，這個重心啊有點怪怪的。然後呢，因為它包膠吧，它裡邊包的就不是那種純鋼，可能就是
比較次一點的，甚至有的我听說可能都是那种水泥啊或者亂七八糟的東西，它就导致这个手感就很奇怪，而且就做的都特别大。他说是什麼標準尺寸，就是你別管多重的，它那個包膠的棒鈴都一邊大，然後它做的特別長。你按說這個國外的，我看一些國外這種推廣棒鈴的，它都講的都是我們這個一隻手要握住這個末端這個捧起的地方，你方便抓握嘛，防止脫手，然後另一隻手握住這個桿兒。但是你變成這種包膠的棒鈴，你發現它沒有這個末端這個，然後變得特別長，然後你就只能是握它更靠近這個中間這個位置。那你這個做那麼大的意義是何在呢？然後我就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起來，這個不符合物理學啊！你這個棒鈴，你不管是包膠還是不包膠還是純鋼的，它砸地板上，它是10磅是20磅，它還是同樣的力啊！你不可能你包了膠只是說你這個包膠的膠損壞了，它地板該滑還是滑，該出坑還是出坑。你砸身上也是一樣，砸腳上砸胳膊上，你掄到自己身上，你包膠不包膠，該疼還是疼啊，該腫還是腫，該骨折還是骨折。你包膠了一樣骨折呀，這包膠了它20磅30磅這10公斤的這麼掄起來砸人身上，一樣能砸骨折，一樣受傷，它跟包膠不包膠沒關係。後來我就覺得這些人是不是他就純粹為了賣他這個包膠的棒鈴，這個利潤更高一點，所以他才推廣這個。那我在這個社區我就推的全都是純鋼的，就不推薦大家買這個包膠的，因為包膠的它那個摩擦力太強了，就是你到後面你做很多投擲啊，做風車或者換手的這個動作，就是手感很不對。而且那包膠你那個摩擦力太大之後，你比如有一些這種身後的動作，它有可能有這個長頭髮的人，他可能會把這個包膠會把這個頭髮纏住，但是這個純鋼的這個就不會有這種問題。我覺得大家還是盡量想選純鋼的吧。它至於說保護地板、保護自己受傷，更多的還是靠大家選擇這種合適的重量，不要貪大貪重。就是你選5磅，甚至我看有的這個網友評論裡邊說他買的就是1磅的，就是1磅就夠了。我弄1磅、弄5磅，我弄得很輕鬆，我可以把動作做漂亮，又不會受傷，又不會脫手。這不就挺好嗎？又起到鍛鍊效果了，你不會有那種困擾。你反而你說我再是包膠的，你超過你的控制能力了，那還是會受傷，還是會砸到地板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對待啊，不要人云亦云。最後我們講的這個是跳躍呢，也是一樣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大家跳躍其實做的也是比較少。這個呢，就是很多運動裡面都會有這種訓練。很簡單啊，就是大家可以做一個標誌物，放一個台階也行，或者放一個槓鈴片，或者放本書，放個瑜伽磚都行。然後把前腳的腳尖放在上面，然後上半身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跳起來，就是前後腳交換，然後把重心在的這個下面這個腳放到台階上，然後台階上這個腳呢，通過一個跳躍交叉，然後把它換成下面的腿，然後換成這個重心支撐腿。動作不複雜，就是訓練一下，大家平常很少做這種跳躍的動作，也是一樣，可以結合這個棒鈴。這個呢，大家就是也是先做這種持棒式，就是把棒鈴放在身體的正中線前面，就先練熟之後再考慮要不要做這個雙手肩停的動作去做。因為這個加上跳躍之後，你如果持得不穩，就有可能會砸到自己啊，或者說是磕碰到，還是你這樣持棒是比較安全的。然後目視正前方或者略高，然後保持上半身和棒鈴的穩定。加上棒鈴之後，我們就可以更好的有意識的把上半身加緊穩定住，然後加上一個跳躍，1、2、3、4、5、6、7、8、9、10。加上跳躍之後，其實對心肺的鍛鍊啊，對這個有很多人想問的這個減脂、減肥、塑形的這個可能效果就會更好一點。跳躍的話，對這個
鍛鍊的效果還是更快，同樣時間的話效率更高一些。這是前後交叉的一個跳躍。還有一個跳躍呢，是我們叫轉髖跳。做呢就是上半身不动，然後也是前后脚，和刚才那個很接近，但是刚才那個實際上我們重心一直在後腳，然後有一個腳在前面，然後這個呢是重心是50-50，兩隻腳重心各一半，然後對着正面，然後一腳前一腳後。我看怎麼做啊？就是髖關節。你可以認為就是我先做一個不轉髖，就是我們整個身體就等於是我們先斜對右前方的45度，然後我們通過兩個腳同時跳起來，轉身轉到左前方的45度，這個就是我們的髖關節帶動身體這種跳躍。然後轉髖跳呢，就是說我們不管怎麼轉髖，我們身體都是在正面的，只是髖關節在做這種從左前方跳到右前方，但是永遠是對着正面。加上棒铃，大家看一下。先把身体整體轉到右前方45度，然後把上半身轉到正面，上半身兩肘夾緊肋骨不動，然後上半身一直是看着正前方，然後兩個腳跳起，從面對右前方45度變成兩個腳面對左前方45度，就是我們的髖關節是在轉向，但是上半身沒有動，或者說上半身是往反向轉動了。1、2、3、4、5、6、7、8、9、10，這個就非常累了。這個對體力的消耗就很大了。主要就是它的好處是我們今天標題上說的，練一個胸盆分離，就是我們上半身從腰以上，這個是在一直面對正前方，但是我們的下半身呢是從一個斜對右前方45度，通過跳躍轉成左前方45度，等於我們的骨盆和下肢是有一個90度的轉向，從斜對右前方的45度跳躍，然後轉到左前方的45度，這相對就是一個90度。這個角度不是說定死的，你的跳躍能力有限的話，你說我轉30度30度可不可以，20度20度可不可以，10度10度可不可以，都是可以的。大家看自己的能力，不要勉強。然后關鍵就是要保證上半身，就是我們的胸椎、手臂、棒鈴都是朝着正前方的。這樣就可以是上半身是一個相對穩定，然後同時可以和下肢分離，然後讓我們的腰椎還有我們的骨盆得到一個充分的活動，增加骨盆和下肢的靈活性。同時因為是跳躍嘛，它也鍛鍊這種爆發力，然後也鍛鍊我們的心肺功能吧。這就是今天要講的。動作有點多，所以我每組都沒有做太多，大家可以試一試。這個就是已經屬於是，我覺得棒鈴裡面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的這種網上的視頻或者教材有教這樣思路去鍛鍊的。但是我自己平時是這麼鍛鍊，我覺得鍛鍊的效果非常好，而且它更有針對性，可以更針对的解決我們一些現代人的健康問題，同時对體能、对這個上肢下肢的鍛鍊也得到一個很好的平衡。大家可以試一試，不用說所有的動作都做，你做哪個動作最舒服，然後覺得鍛鍊效果最好，針對自己的情況更適合，你就每個動作多做一做。然後如果大家覺得哪個動作想要讓我出一個就是這種代練的視頻，我也可以專門再錄一期，把這個每個動作規定的
次數、組數，每一組做多少，然後做多少組，然後錄一下視頻，大家可以跟着內容代練視頻，再每天去重複去反復練。今天呢，時間有限，我就是把思路講一下，然後把動作示範一下，大家看一看，學習一下。如果覺得好的話呢，歡迎大家點讚轉發，然後多打賞。那我們今天就先講這麼多吧，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結束直播。